2026年，如果你只看新闻，你会以为美元霸权即将崩溃。各国央行正以历史性的速度抛售美债，去美元化成了地缘政治的主旋律。然而，在主流媒体的视线之外，一场规模更宏大、手段更隐蔽的数位美元化正在悄然发生。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一个叫泰达币的稳定币，它不像比特币那样追求暴富，它的唯一价值就是稳定。它是加密货币海洋中的定海神针，是全球投资者躲避波荡的避风港。但你是否想过，支撑这份稳定的基石究竟是什么？数据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：这家员工人数极少的公司，管理的资产已经超过了许多中等国家的外汇储备。它每天产生的利润，甚至让华尔街的百年银行感到汗颜。泰达不是在做慈善，它是一家极致精准的金融收割机，而收割的对象正是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。这家公司拥有双重面孔，在光明处，它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民间接盘侠；在各国撤资时，它正秘密支撑着美元的命脉；在阴影处，它则是全球地下经济的毛细血管，是跨国洗钱与资金外逃的首选工具。它是数位时代的特洛伊木马，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资金盘？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，我们将逐层拨开这个金融黑盒，看看你的钱究竟如何变成了别人的利息，以及这场赌局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地缘政治野心。了解前，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分享让更多人看到。要理解泰达的暴利，首先要理解一个古老的概念——铸币税。在古代，政府印纸钞的成本几乎为零，但却能换取等值的实物。而泰达把这套逻辑搬到了数位世界。当你把$1交给泰达，他给你一个 USDT。对你来说，这只是换了一种记账方式，但对泰达来说，他获得了一笔规模巨大且零利息的长期无期贷款。这笔贷款被拿去做什么了？这就是泰达最核心的财富密码。根据其公开的储备报告，这笔资金绝大部分并非躺在银行活期账户里，而是换成了美国国债。在2026年的高利率环境下，这些美债成了源源不绝的印钞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手握1000亿美元的美债，年殖利率是5%，即便你什么都不做，每年躺着就能赚到50亿美元。这就是所谓的收割者的逻辑。这是一场极其不对等的赌局。作为用户，你持有 USDT 只是为了交易方便或避险，你拿不到1分钱利息，却要承担泰达公司可能倒闭的信用风险。而泰达公司利用你的本金去赚取稳定的国家级利息。换句话说，全世界数千万 USDT 持有者，实际上是在集资为泰达公司发放无息贷款，让他们去当美国政府的大债主。这套模型最脆弱的地方在于流动性。如果某一天市场发生大规模恐慌，所有人都要同时把 USDT 换回美元，泰达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抛售1000亿规模的美债。如果美债市场出现波动，或者抛售速度跟不上兑付速度，那1:1的神话就会瞬间崩塌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所有影子银行共同的宿命。当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各国央行大举抛售美债，高喊去美元化时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。在国家层面，美元确实正在撤退，但在民间底层，一场更深层的美元化正在发生。每当阿根廷、土耳其或尼日利亚的本国货币发生通膨，当地的普通民众第一反应不是买金条，而是买入 USDT。这种对美元稳定性的刚需，透过数位代币强行打通了被切断的美元管道。这就是 USDT 扮演的特洛伊木马角色。它不需要美国在全球开设银行分行，不需要透过复杂的国际结算系统，它只要依靠一串代码，就让美元购买力像水一样渗透进那些试图摆脱美元控制的经济体。即便这些国家的政府再怎么喊着要保护法币主权，也无法阻止国民在手机钱包里储存美元资产。泰达城为了美元霸权，
数位世界里最完美的非官方代理人。现在，我们可以把这2章的逻辑串联起来了。各国政府不买美债了，美国的债务危机谁来救？答案就在你我手中。当我们买入 USDT， 泰达就拿着这些钱去回购美国国债。这是一场精密的金融循环，原本应该流失的美元购买力被稳定币重新收集，并以储备金的名义重新书写回美国国债市场。泰达目前持有美债的规模已经超越了许多发达国家。这台美债收割机实质上成了支撑美国债务天平的一块重型砝码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监管机构多年来对泰达只是雷声大雨点小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 USDT 已经与美债体系深度捆绑。如果摧毁了泰达，就等于强制抛售1000亿规模的美债，这会引发美债市场的灾难，甚至威胁美国自身的金融稳定。这就是金融博弈中最黑暗的一幕，一个被诟病不透明的公司，却成了美元霸权带到不能倒的支柱。为什么 USDT 能够打败受监管的 USDC 或其他透明稳定币，成为世界第一？因为它满足了一个最原始也最黑暗的刚需——匿名流动。在传统银行体系，哪怕你转账1万美元，都要面对 SWIFT 系统的层层审查、反洗钱调查和税务追踪。但在 USDT 的世界里，这一切监管都被简化成了一串34位的钱包地址。它不问你的身份，不问你的资金来源，它是地下世界最完美的通用语言。这就是所谓的洗钱黑幕。对于跨国犯罪集团、电讯诈骗犯或需要非法转移资金的人来说， USDT 是最理想的洗劫金。他们透过各地的邮商，将来路不明的现金换成代币。一旦进到链上，这笔钱就会被分散到成千上万个地址中进行混币。当这些钱再次回到法币世界时，它已经洗掉了所有的犯罪印记，变成了合法的投资款或外贸收入。这种刚需为 USDT 提供了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刚性交易量。除了犯罪，还有更庞大的需求来自于资本外逃。在许多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，富有阶层为了保护财产不被贬值或没收，会私下寻求邮商，将本国货币在大规模地下交易中换成 USDT。这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跨国隧道，每天有无数资金沿着这条路径，绕过央行的监控，悄悄流向海外。这也是为什么各国政府对 USDT 恨之入骨，却又难以彻底封杀的原因，因为需求大到根本杀不完。但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。作为普通持有者，你最大的风险在于你收到的 USDT 可能带毒。如果你的 U 曾经过黑客或诈骗犯的手，一旦被监控机构追踪并要求泰达冻结，你的整个钱包都会变成废纸。在 USDT 的世界里，你获得了逃离银行的自由，却也进入了一个没有保险、随时可能被波及的黑暗森林。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流动性如此强大，却也让合规金融机构始终保持距离的原因。面对这头失控的金融野兽，香港在2026年选择了一场大胆的豪赌。政府不再视而不见，而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牌照制度。香港金管局试图在混乱的离岸市场中过滤出一种合规的稳定币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在香港使用这些持牌币种，你的资产将受到法律保障，但代价是你必须接受彻底的实名制。这是一场自由与安全的终极交换，也是香港试图从离岸中心转型为加密货币纳斯达克的野心。泰达币会崩吗？短期内，它与美国国债、与全球地下经济、与各国监管者的利益深度捆绑，带到不能倒。但长期来看，它依然是一个黑盒。如果你问我在2026年该如何生存，我的建议是，分散你的风险，不要把所有资产都压在一个不透明的私人公司身上。随着香港合规币种的出现，市场正在分层，一边是黑暗中流动的黑 U， 另一边是阳光下受保的硅 U。你的选择决定了你在下一场金融风暴中是幸存者还是牺牲品。
这场数位时代的财富收割还在继续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觉得泰达币真的安全吗？我们下期见。